如何擁有一個財富大腦？先來做一個小遊戲，有3種方式。第一種是每天存50塊錢，第二種是每個月存1500塊錢，第三種是年末一次性存18000。假設年化都是8%，你猜誰的錢最多？5年後他們分別是這樣子的：每天存5塊大於每個月存150塊錢，大於每年存18000。本金是一樣的，收益率是一樣的，只是換了個存錢節奏，為什麼結果就完全不同呢？再給你看一個更大差距的，換成每天500塊錢，每個月15000，每年18萬，方式1比方式3多出了大概是66000。你看到的差距不是理財技巧所帶來的，不是選股能力帶來的，甚至不是收益率帶來的，是時間帶來的。更加準確的說，是你對时间價值的感知力帶來的。很多人都覺得錢不夠用，機會抓不住，花錢有罪惡感，不花又怕錯過什麼。我敢說，問題根本不在於你的收入，而是在於你有沒有財富大腦。如果一直在用貧窮大腦去思考如何賺錢，那怎麼可能有所改變嗎？今天的視頻就是來給你的大腦安裝一套財富操作系統。本期燒腦指數是為0，沒有任何的閱讀門檻，但是可能改變你對金錢的根本看法。回到剛才的遊戲，這說的可不是數字遊戲，而是金融的本質。你現在存下的50塊錢是被送到了未來的你的手裡，你貸款買房也不是在負債，而是把未來30年的收入提前搬到現在使用。它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之一，一種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搬運價值的能力。金融就是跨期配置的藝術，把今天的錢和明天的錢放在同一個坐標系裡去思考。貧窮大腦只是看到這50塊錢花沒了，財富大腦卻在問，這50塊錢5年之後能夠變成多少錢呢？我的錢有沒有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正確的地點呢？下面我們再來做一個有趣的資產探索，看看你的錢到底是在幫你還債，還是在替你賺錢呢？我們來看這張圖，我們把所有的東西分成4個象限，只看2個問題。第一，它能不能產生收入？第二，它會不會增值或者是貶值？你會發現很多人一輩子都在買左上角的東西，比如有錢了買汽車，有錢了就想買私人飛機或者是遊艇，他們都很酷，但是一開出去就開始掉價了嘛，還不賺錢，這就是典型的非生產性加上貶值資產。這張圖很多人就會有疑惑，債券、現金怎麼會和貶值放在一起呢？他們不是最安全的嗎？是的，他們非常安全，但是問題在於安全並不等於不貶值。債券和現金最大的特點只有一個，他們幾乎是不參與時間的複利，他們會給你利息，但是這個利息通常只是在追趕通脹。當然這裡說的只是現代信用貨幣社會，理論上我們都將一直處於通脹狀態，而某些階段的通縮不在這個考慮範圍之內了。也就是說，在名義上你是在賺錢的，但是在時間的坐標裡是在原地踏步的。舉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例子，假設通脹是3%，債券收益是3%，你看到假設通脹是3%，債券收益是3%，你看到賬戶在漲，但是購買力沒有任何的变化。5年之後，你的錢變多了，但是你能買到的東西並沒有變多。它有一個非常冷酷的名字，叫隱形貶值，購買力被時間悄悄地吃掉的貶值。再說一次，金融是時間的藝術。所以真正擁有財富大腦的人不會把債券和現金當成增值工具，而是把它當成緩衝器、穩定器和過渡區。永遠是右下角的一欄，你在創業，自己是老闆，持續的創造現金流，投資房產可以收租或者是增值，當然也有可能房價下跌的風險嘛。股票也是可以分紅，股價上漲可以賺取收益。這些資產有一個共同點，它們的內部都是在做複利的。那麼最危險的是什麼呢？不是負債，而是你以為在投資，其實只是買了一個消耗品。比如有些人去買黃金的項鏈，覺得黃金能夠保值，能夠抗通脹，結果戴了2年，想賣的時候才發現金價漲了，但是金店只是按原料價格回收的。買名錶說的好像是收藏品，但是其實只是為品牌故事而買單的。買限量球鞋，幻想着炒到翻倍，好幽默啊。甚至有人把錢投進去那種看起來很酷的創業項目當中，但是卻連基本的現金流都搞不清楚。真正的資產就會默默給你發工資的。貧窮大腦說，這個東西以後肯定是值錢的，財富大腦就會問，它現在能產生多少的現金流啊？
所以這張圖真正想表達的不是買什麼，而是一張更加深的認知。資產的差別不是在漲不漲，而是它有沒有替你去對抗時間。股票背後的公司，你經營的生意，能收租的房子，它們不是靜態的東西，而是動態的現金流機器。每天存50塊，為什麼比年底一把梭哈更加厲害呢？因為你讓錢更加進入了那個對抗時間的複利系統，哪怕只有多工作一天，複利它就開始工作了呀。別問錢去哪裡了，而要問錢在幹什麼的。好了，財富大腦第1期視頻已經結束了，如果還想聽，在評論區裡告訴我，後面再講第2期。說完了，再見。